為什麼從中國女明星的眼睛裡極少能看到清澈透亮的靈魂之光？為什麼中國人的眼神裡總被物欲和名利填滿？為什麼一個號稱4000年文明的古國，卻讓西方傳教士感嘆這片土地根本沒有真正的宗教信仰？當士大夫否認來世，皇帝壟斷祭天，百姓在偶像與符咒之間討生活，這究竟是宗教還是一種社會技術？難道我們所謂的儒釋道三教合一，本質上只是一場各取所需的利己主義合夥？今天我們繼續讀利瑪竇中國札記，在這一章，作者以冷靜而近乎殘酷的視角，逐一拆解儒釋道三教的結構與功能，指出他們如何在彼此妥協中失去了信仰的鋒芒，又如何被國家權力加以利用、調和與管控。本章真正討論的並不是信什麼教，而是當宗教不再通向真理，只服務於秩序與功利，一個文明將不可避免地滑向功利主義的深淵。從利瑪竇筆下那些只求現實報應的儒生，到深宮裡被權力供養的道士，再到民間那些為了萬一有用而擺上的偶像，這些都道出了一個真相：當我們将信仰降維成交易，當我們將神靈異化為臣屬，我們失去的不僅僅是宗教，更是那份讓眼神重現清澈的底層邏輯。它撕開了中國式信仰中那層實用主義的皮，直指一個讓人語塞的真相：當儒釋道在權力與民俗中合流，中國人的靈魂究竟是找到了歸宿，還是集體墮入了無神論的深淵？如果你也曾疑惑，為什麼我們的忙碌中總是帶着一股抹不去的焦慮與渾濁？如果你想看透中國人眼神裡沒有清澈的光的底層邏輯，今天的讀書分享也許會引發你的一些思考。想聽更多的內容，可以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讀完這本書之後，我還會就解讀中國文化這個專題去分享更多相關的書籍。我們共同查殺掉自己頭腦中的中國文化病毒，在個體精神層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躍遷到現代文明的狀態。讓我們開始吧。第10章，中國人的各種宗教派別。在歐洲所知的所有異教徒教派中，我不知道有什麼民族在其古代的早期是比中國人犯更少錯誤的了。從他們歷史一開始，他們的書面上就記載着他們所承認和崇拜的一位最高的神，他們稱之為天地，或者加以其他尊號，表明他既管天也管地。看來似乎古代中國人把天地看成是有生灵的東西，並把他們共同的靈魂當作一位最高的神來崇拜。他們還把山河的以及大地四方的各種神都當作這位至高無上的神的臣屬而加以崇拜。他們還教導說，理性之光來自上天，人的一切活動都需聽從理性的命令。我們沒有在任何地方讀到過中國人曾把這位至高神及其臣屬的各種神塑造成鬼怪，像羅馬人、希臘人和埃及人那樣發展為神怪或邪惡的主宰。人們可以滿懷信心地希望，由於上帝的慈悲，很多古代中国人借助於他們所必然有過的那種特別的幫助，已在自然法則中找到了得救。據神學家說，那是只要一個人根據自己良心的光芒盡力去尋求得救，上帝就不會拒絕給他的幫助。他們已經努力这樣做了，這一點是完全可以從他們4000多年的歷史中斷定的。他們的歷史就是他們代表國家謀公共福利所做的無數善行的記錄。從他们古代哲学家的那些罕見的智慧的著作中，也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這些書仍然存在，上面滿都是訓導人們要有德性的最有益的忠告。在這個方面，他們似乎完全可以和我們自己最傑出的哲學家相匹敵，正好像墮落了的人類本性，如果沒有神恩的幫助，還會更加墮落一樣。原始的宗教概念隨着時間的推移也會變得非常糊塗，以致當他們放棄對那些沒有生命的神靈的迷信時，很少有人能不陷入無神論的更嚴重的錯誤之中。在這裡加一句，不知道朋友們是不是有過比較，同樣是中國人，香港女明星和台灣女明星的眼睛和大陸女明星的眼睛是不一樣的。港台女星的眼睛是清澈的、透亮的，歐美女明星的眼睛也是這樣，都是好像裡面有光一樣。
我在中學時代以為是攝影師布光的原因，他們娛樂行業發展的比較早，攝影師的水平高，知道布出很好的眼神光。初中時的業餘時間喜歡看攝影雜誌，我發現不是這樣的。大陸女明星的眼睛在有了專業而又高端的攝影師拍攝之後，眼睛依然不是清澈的透亮的。我那時總結了一下，這樣的眼神很可能不是物理世界的攝影布光原因，有可能是因為歐美港台的女明星生活在有信仰的地区，因為信仰導致了灵魂层面的不同。最近这幾年，因為在看到了有信仰的傣族女孩子的眼神，也驗證了我初中時的那個判斷，應該就是內心有信仰的原因，才會讓眼神清澈透亮。中國女明星的眼睛極少有那種清澈的透亮的眼神，她們的眼睛裡沒有光，你第一眼感受到的是物欲，是名利等等，就是感受不到她們能有清澈的靈魂。而廣大的中國無神論群體更是這樣了。好，繼續回到這本書。本章將只討論中國與所有其他異教教派不同的3種迷信。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的跡象，我們將留在後面再加以考慮。中國的書籍列舉世界上只有3種崇拜或宗教信仰的體系，而並不知道還有別的。這3種是儒教、釋迦和老子。在這裡加一句，也就是現在說的儒釋道3教。好，繼續回到這本書。所有的中國人以及所有使用中國文字的毗鄰國家的人民，如日本、朝鮮、琉球、福爾摩薩和交織支那的人民，都屬於這3種教派中的這種或那種。儒教是中國所固有的，並且是國內最古老的一種。中國人以儒教治國，有着大量的文獻，遠比其他教派更為著名。就個人來說，中國人並不選擇這一教派，他們毋寧是說是在研究學問時吸收他的教義。凡做學問有了名氣的人，或甚至從事學問研究的人，沒有一個是在相信任何別的教派的。孔子是他們的先師，據他們說，發現了哲學這門學問的乃是孔子。他們不相信偶像崇拜，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偶像，然而他們卻的確相信有一位神在維護着和管理着世上的一切事物。他們也承認別的鬼神，但這些鬼神的統治權要有限得多，所受到的尊敬也差得多。真正的儒家並不教導人們世界是什麼時候、什麼方式以及由誰所創造的。我們用了真正的或者真這個詞，是因為他們中間有些不那麼著名的人會解釋夢，但他們大部分既然是談一些瑣碎的和不大可能發生的事，所以人們並不很相信他們。他們的信條包括有一種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學說，但他們似乎只把報應局限於現世，而且只適用於幹壞事的人，並按他們的功過延伸到其子孫。古代人似乎不大懷疑靈魂不朽，因為人死之後的很長時期，他們還常常談到死去的人，說他上了天，但是他們根本不談論惡人在地獄受懲罰的事。較晚近的儒家則教導說，人的肉體一死，靈魂也就不復存在，或者只存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因此他們不提天堂或地獄。對他們中的某些人來說，這似乎是一種頗為嚴厲的教義，因而這一學派教導說，只有正直的人的靈魂才會繼續存在。他們說一個人的靈魂由於德行而加強，並能鞏固而持久，但壞人卻不是這樣。他們的靈魂剛一離開身體，就像一股青煙那樣消散了。儒教目前最普遍信奉的學說，據我看似乎是來自大約5個世紀以前開始流傳的那種崇拜偶像的教派。這種教義認定，整個宇宙是由一種共同的物質所構成的，宇宙的創造者好像是一個連續體的，與天地、人獸、樹木以及4元素共存，而每樁個體事物都是這個連續體的一部分。他們根據物質的這種統一性，從而推論各個組成部分都應當團結相愛，而且人還可以變得和上帝一樣，因為他被創造是和上帝合一的。我們試圖駁斥這種哲學，不僅僅是根據道理，而且也根據他們自己古代哲學家的論證，而他們現在的全部哲學都是有賦予這些古代哲學家的。雖然這些被稱為儒家的人的確承認有一位最高的神，他們卻並不建造崇奉他的聖殿，
沒有專門用來崇拜這位神的地方，因此也沒有僧侶或祭司來主持祭祀。我們沒有發現大家都必須遵守的任何特殊禮儀，或必須遵循的戒律，或任何最高權威來解釋或頒布教規，以及懲罰破壞有關至高存在者的教規的人。也沒有任何念或唱的公眾或私人的禱詞或頌歌，用來崇拜這位最高的神。祭祀這位最高神和奉獻精神是皇帝陛下的專職，情形確實是如此，以致如果有人僭越這一權利而自己獻祭的話，他就被當作侵犯皇帝的職責，並作為公敵而要受到嚴懲。在北京和南京2座京城各有2座皇帝專用的宏偉廟宇，這2座廟宇是皇帝專門用來祭祀最高神靈的，一座廟用來祭天，另一座則用來祭地。以前的慣例是，只有御驾親臨這2座廟裡獻祭，但現在則由最高的大臣進行宗教儀式，用大批牛羊向天神地神獻祭。同樣的，也只有國家中的最高级大臣和最高官吏才能向山川和廟宇四方的神灵獻祭。這類宗教儀式嚴禁庶民參加。這種法律的誡命是寫在4書和5經裡面的，除了這些書籍之外，便沒有別的法典，還有便是一些對這幾部書的解釋。信奉儒教的人，上至皇帝，下至最低階層，最普遍舉行的是我們所描述過的每年祭祀亡靈的儀式。據他們自己說，他們認為這種儀式是向已故的祖先表示崇敬，正如在祖先生前要受崇敬一樣。他們並不真正相信死者確實需要擺在他们墓前的贡品，但是他們說，他們之所以遵守這個擺贡品的習俗，是因為這似乎是對他們已故的親人表示自己深情的最好辦法。的確，很多人都斷言，這種禮儀的最初創立，與其說是為了死者，倒不如說是為了生者的好處。他們這樣做，是希望孩子們以及沒有讀過書的成年人，看到受過教育的名流對於死去的父母都如此崇敬，就能學會也尊敬和供養自己在世的父母。這種在死者墓前上供的做法，似乎不能指責為篤信，因為也許不帶有迷信的色彩，因為他們在任何方面都不把自己的祖先當作神，也不向祖先祈求什麼或希望得到什麼。然而，對於已經接受基督教教導的人，如果以救貧濟苦和追求靈魂的得救來代替這種習俗，那就似乎更要好得多。孔廟實際上是儒教上層文人唯一的廟宇。法律規定，在每座城市，並且是該城中被認為是文化中心的地點，都建造一座中國哲學家之王的廟宇。這種廟修得十分華美，與它相鄰的就是專管已獲得初等學位者的大臣的學宮。廟中最突出的地位供着孔子的塑像，如果不是塑像，則供奉一塊用巨大的金字書寫着的孔子名諱的牌位，在旁邊還供奉孔子某些弟子的塑像。中國人也把他們奉為聖人，只是要低一等。每個新月和滿月到來時，大臣們以及學士一級的人們都到孔廟聚會，向他們的先師致敬。這種情況中的禮節包括焚香、燒燭和鞠躬跪拜。每年孔子誕辰以及習慣規定的其他日期，都向孔子貢獻精美的貢品，表明他們對他著作中所包含學說的感激。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正是靠着這些學說，他們才得到了學位，而國家才得到了被授予大臣官職的人们優異的公共行政權威。他們不向孔子禱告，也不請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幫助。他們崇敬他的那種方式，正如前述的他們尊敬祖先一樣。這一教派還兼有別的廟宇，供奉當地行政區所屬各城有稱號的神。官員們在廟中莊嚴宣誓，要行事正當而合法律，並且恪盡職守。每個官員一接任，或者如他所說一被委以官印，就要先辦這件事。對這些成事之神也要燒香獻祭，但與對孔子和對自己祖先上供的目的不同，區別在於他們對這些神只承認有一位神具有懲惡獎善的權利。儒家這一教派的最終目的和總的意圖是國內的太平和秩序，他們也期待家庭的經濟安全和個人的道德修養。
他們所闡述的箴言確實都是指導人們達到這些目的的，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與基督教的真理。他們利用5對不同的組合來構成人與人的全部關係，即父子、夫婦、主僕、兄弟以及朋友5種關係。按照他們的信念，只有他們才知道如何尊重這些關係，而外國人則被認為是全然無知，或者即使知道也全不注意。他們不贊成獨身而允許多妻制。他們的著作詳盡地解說了仁愛的第2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他們十分重视子女尊敬和順從父母，奴僕對主人的忠誠，青年人效忠長輩。這一點確實是引人注目的，因為他们既不禁止也不規定人們對於來世應該信仰什麼，所以屬於這一社會等級的很多人都把另外2種教派和他們自己的教派合二為一。他們確實相信，如果他們容忍謬誤，並且不公開摒棄或非難虛偽的話，他們所信奉的就是一種高級形式的宗教了。儒家不承認自己屬於一個教派，他們宣稱他們這個階層或社會集團倒更是一個學術團體，為了恰當地治理國家和國家的普遍利益，從而組織起來的。中國人當中的第2種重要教派是釋迦或阿彌陀佛。這一教派在中日兩國的性質是十分相近的。這種教義是在耶穌紀元65年由西方傳入中國的，它由天竺地區也叫做深毒傳入。這裡原是2個國家，但現在只有一個名稱，即印度斯坦，位於印度河與恆河之間。現存的文字記載說，中國的皇帝夢中受到啟示，從而派遣使節到這個國家，使者們帶回了經卷以及譯者，把經卷譯為中文。這一教派的創立者在其教義傳入中國以前就已經去世了。根據這一點，顯而易見的是中國人把這種教義傳入日本的，但是現在還不清楚為什麼這一信仰的日本信徒斷言釋迦或阿彌陀佛是由暹羅王國傳入日本的，並且說此教源於暹羅。這種教義的信徒的著作中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中國人非常熟悉暹羅，絕不會在這類問題上把暹羅誤認為遙遠的天竺。在歷史上很清楚的是，這種學說傳入中國正和使徒們傳播基督的教義是同一個時期。巴多羅買在上印度，也就是印度斯坦及其鄰近國家傳道，同時多默正在下印度把福音傳向南方。因此中國人聽說過基督福音書中所包含的真理，受到感動而發生興趣，想要接觸它並向西方學習它，這並不是超出可能範圍以外的事。然而或是由於他們在使臣方面的錯誤，或是因為他們所到國家的人民對福音的敵意，結果中國人接受了錯誤的輸入品，而不是他們所要追求的真理。看起來這第2種教派的教義創始人有些概念是從我們西方哲學家那裡得來的，例如他們只承認4元素，而中國卻很愚蠢地加進了第5個。根據中國人的理論，整個物質世界，人、動植物及其混合體都是由金、木、水、火、土5種元素構成的。和德谟克利特及其學派一樣，他們相信世界的多重性。他們關於靈魂輪迴的學說聽起來很像畢達哥拉斯的學說，只是他們加進了很多解說，產生了一些更糊塗、更費解的東西。這種哲學似乎不僅是從西方借來的，而且實際上還從基督教福音書中得到了一線啟發。這第2種教派的學說中也提到了某種3位一體，把3個不同的神融合為一個神。而且他教導說，好人升天得到好報，惡人在地獄受到懲罰。他們十分強調獨身，以致他們似乎完全摒棄婚姻。他們經常的習慣是出家朝聖和祈求布施。他們的一些非宗教的禮節，在某些方面和我們教會的儀式很近似。例如說，他們唱經就和我們格里高利式的唱經沒有什麼差別。他們的廟宇裡也有塑像。他們獻祭時所穿的袍服也和我們的差不多。在禱告時，他們常常重複某一個名字，讀音是達摩，但他們自己並不懂這個名字。也有可能他們念這個名字是要崇敬使徒巴多羅買的權威。然而不管他們的教義中可以有怎樣的真理之光，
但不幸卻都被有害的謊言所混淆了。他們對天和地的觀念，以及說天地是懲惡獎善的地方等等，都是十分混亂的。他們無論在天上或地上，都從不尋求死者靈魂的永生。這些靈魂被認為過一些年之後，就重新誕生在他們所假定的許多世界中的某一個世界裡。在那裡，如果他們想要彌補罪過的話，就可以為自己過去的罪惡贖罪。這只不過是他們所用於影響這個不幸國家的許多荒謬學說之一。根據這一教派的學說，肉類以及任何活物都不准吃，但是很少有信徒遵守這條戒律。違反教規以及其他錯誤，可以很容易用施捨來彌補，而且更有甚者，只要禱告，就可以拯救任何靈魂免於永世沉淪。我們讀到，這一教派最初出現時很受人歡迎，主要是因為它宣揚靈魂不朽和來世的幸福。另一方面，當時的中國儒家又告訴我們，這一教派雖然在探討真理方面迅速超過了別的教派，但其中害人的謊言不知不覺也同樣迅速地傳播開來。對這種崇拜的進展損害最大的，莫過於儒家所加給他的名聲了。他們的論點是，作為這種教導的結果，凡是接受這一教義的帝王，最後都死於非命而不得善終。他們聲稱，凡是與之有關的事物，最後都衰亡了。儒家指明，世家所許諾和吹噓的那種好運，國家不僅沒有得到，反而經歷了無窮的災難。雖然有着這樣的開端，到目前為止，這一教派始終是隨多年來人們喜惡的變化，從而不斷增減。這一教派的書籍，無論是由西方傳入的，或更可能是在中國編纂的，都一直在增多，成為了維持它廣泛流行的熱情之火的燃料。看來它似乎是不大可能消滅的。由于這類著作的種類和數目繁多，結果是在它裡面學說和荒謬無稽是那麼混雜在一起，即使是號稱信教的人也不能解釋清楚。今天這一教派有大量往往是裝修得非常華美的寺廟，顯然說明這一教派由來已久。人們在廟中看到身軀巨大、面貌猙獰的銅、石、木和黃土的雕像，廟旁還有用石或磚瓦修建的高塔，塔中存放極貴重的大鐘，還有別的宗教用品。這種教派的祭司叫做和尚，他們的頭和臉都剃光，和這個國家的風俗完全相反。有些人不斷到各處朝聖，有的則在深山古洞中過着十分艱苦的生活。他們為數估計約200-300萬人，大部分住在廟裡的許多修道士中。這部分人靠人施捨，並靠過去專為他們設立的收入為生，雖然他們也靠人的勞作來提供生活開支。這種寺院特殊做奴僕的階層被認為是，而且也的確是全國最低賤和最被輕視的階層。他們來自最底層的群眾，年幼時就被賣給和尚為奴，他們由做奴仆而成为弟子，以後再接替師傅的位置和津貼。人們採用這種繼承的辦法，以便保持職位，但他們裡面絕沒有一個人是心甘情願為了過聖潔的生活，從而選擇了參加這一修道士的卑賤階層的。他們也和師傅一樣，既無知識又無經驗，而且又不願學習知識和良好的風範，所以他們天生向惡的傾向就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每況愈下。這種生活方式可能有一些例外，但如果是這樣，他們就成為其中的極少數喜歡學習並且靠自己的努力而能有所成就的人。雖然這個階級不結婚，但是他們放縱情慾，以致只有最嚴厲的懲罰才能防止他們的淫亂生活。和尚們的寺院按大小分為不同等級，每個等級都有一個終身任職的執事來經營。按照繼承法，這一職務由一名做奴役出身的門徒接任。對於這類門徒，知識可以隨自己的願望和能力施以教育。在這類分別獨立的團體中，沒有更高的上級，每個成員在他任職的職位上都可以隨意建造多少房屋。這是整個國家，特別是宮廷內一種普遍的做法。這些房間以善價租給來求指導的外人。這一習俗的結果便是，這種普通住房原是用來作為宗教中心的，但看起來卻更像是嘈雜的大旅店。人們在那裡聚會，花費時間來崇拜偶像，或者學習這種邪教的教義。
雖然他們的卑鄙無恥是出了名的，但這並不妨礙有很多人請他們來幫忙辦喪事。有時候他們也被他們的同教人士花很少的一點錢請去做別的法事，同時要把動物、鳥獸和魚放生。這些活動物由宗教心很強的人出錢購買，然後放回到他們的天然環境裡去，放回空中、水裡或樹林裡。他們相信這種行為會成為好運的預兆。甚至就在我們當前的這個時代，這個教派還在獲得新的推动力。他們修建很多廟宇，並修復了舊的廟宇。這種教的信徒大多數是婦女、宦官和普通百姓，以及特別是一批自稱更誠的信徒。他們自稱為戒荤或吃齋者，無論什麼時候都戒絕魚和肉，在家裡供奉一大套偶像，而且經常祈禱。為了不致全然無法為生，他們應邀到別人家裡去誦經禱告。這些宗教中心並不排斥婦女居住，但他們與男的分開住，而且也剃光頭不結婚。中國人叫他們尼姑，人數不如男的那麼多。第三種教派叫做老子，原出一位與孔子同時代的哲學家。據說他出生之前的懷胎期曾長達80年，因此叫他做老子，即老人哲學家。他沒有留下阐述他的學說的著作，而且好像他也沒有想要建立獨立的新教派。然而在他死後，某些叫做道士的教士把他稱作他們那個教派的首領，並且從其他宗教彙編了各種書籍和著述，都是用很華美的文體寫成的。這些信士也有自己的修道院，過獨身生活。他們也買人做徒弟。這類人和前面所述的那種人是一樣的，低下而且不老實。他們不剃頭，像普通人一樣鬚髮，但他們把頭髮扎起來盤在頭頂，戴一個木質的小冠。這種習慣使他們很容易被辨認出來。這種信仰的信徒有些結了婚，在自己家中行更帶宗教性質的儀式，給自己以及別人誦經禱告。除了有很多神以外，這種信仰的信徒還宣稱崇拜一位肉身的天師。這位天師似乎一直不斷地碰到很多不愉快的事。他們的書籍敘說着各種胡言亂語，如果不超出本書的目的，我們將在這裡複述一下，只舉一個例子，就可以使人明白其餘的都是什麼樣子了。他們講了莊現在這位張天師的故事。他的前任姓劉。有一天，劉天師騎一條白龍降凡，姓張的原是一個圓夢的，他邀劉天師赴宴。當這位天上來客正在大吃大喝之際，張天師跳上了白龍，騎着上了天。他夺取了寶座，而且一直不准劉天師重返天庭。然而這位不幸的被驅逐者蒙這位篡位皇上的恩准，去主持一座山。據說他現在就住在那裡，但他原來的尊榮全部被剝奪了。所以現在那些可憐的百姓承認他們所尊奉的是一個假天師，一個篡位者和一個暴君。除了最高的神以外，這一教派還塑造出3位別的神，其中之一就是這一教派的創始人老子本人。因此我们看到2個教派的每一派都以自己的方式塑造了神的3位一體，從而看來似乎是謬論的始祖或謊言之父，還沒有放下他冒充神聖的野心。他們也談到講善懲惡的地方，但是他們對這類地方的說法和前面提到的那種教派的說法大不相同。這一派鼓勵他們的成員肉體和靈魂一起飛升天堂。在他們的廟裡有很多肉身升天者的圖像，為了成就这種景象，就規定要做某些修煉，例如固定的打坐，並念一種特定的禱文，還有服用藥物。他們許諾他們的信徒說，這樣做就可以蒙神恩，在天上得到永生，或者至少是在地上得享長壽。從這類胡說，人們可以很容易得出結論，在他們的胡話裡注入了多少欺騙。這類道士們的特殊職責是用符咒從家裡驅妖，這可以用2種不同的方法進行。一種是家中牆上貼滿用墨畫在黃紙上的凶神惡煞的圖像，另一種是在家中各處狂叫亂嚷，就這樣把自己也變成了妖。他們還自稱有能力在旱時求雨，在澇時讓雨停止，還能一般避免災禍。如果他們許諾的事真的實現了，
那麼那些使自己為他們的諾言所吸引，就有了感興趣的理由。然而，這些騙子所預言的事，幾乎無一例外地全都是錯的，所以很難理解那些在別的方面是足夠聰明的人，能提出什麼借口和論詞來相信他們，除非我們把他們所說的一切都算作通常所謂的謬說，否則看來似乎他們確實有些人是掌握了法術的奧秘的。這個教派的道士們住在皇家祭祀天地的廟宇裡，他們的部分職責就是當皇帝本人或代表皇上的大臣在這些廟裡舉行各種獻祭時必須在場，這當然有助於提高他們的聲望和權威。這種場合的樂隊也由道士們組成，凡是中國人所知道的各種樂器都包括在樂隊裡面，但是他們奏出來的音樂讓歐洲人聽起來肯定是走調的。這些樂師還常常被請去辦喪事，他們穿上華麗的道袍，吹笛和演奏別的樂器。新廟宇建成時的獻祭儀式和指導那些祈福者列隊上街，也都屬於他們的權限。這種遊行队伍是在規定的時間內由各城市的民政當局所舉辦的，開支由當地居民擔負。這一教派把張天師奉為其最初的大祭司，據說他根據繼承的權利，已經把他的職位和隨之而來的尊嚴從1000年前一直傳到了今天。這個職位本身似乎開始於某一位術士，他住在江西省的一個山洞裡，至今他的後代仍住在那裡，並且在那裡把他的法術的奧秘傳給了他的子孫。假如這個故事有任何可信之處的話，他們現在的領袖大部分時間住在北京，他被公認是皇上的寵信，甚至可以進入皇宮最隱秘的內室驅妖捉鬼。假如人們懷疑這些地方鬧鬼的話，他在街上乘坐敞篷的轎子，穿最高級官员的袍服，接受皇帝賜給的豐厚年金。我們因為深受圣旨的教士告訴我們，現在這一教派的道長們實在無知，居然不知道本派中亵渎神明的誦經和禮。他們對老百姓沒有任何管轄權，他們的權威只限於對他們教派中的低級道士，並限於他們自己的宗教居住區。在这裡，他們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像已經講過的其他教派一樣，這種道士有很多為了求得延年益壽的方案而耗費很多時間，仿效他們的聖人去實驗煉丹術。據說他們的聖人曾流傳下來有關這種雙重學問的某些配方。這3種教派大體包括了這一異教人民的全部主要迷信，但他們世俗愚蠢的虛榮還不僅限於此。隨着時間的推移，由於他們的領袖人物的影響，每一種迷信的根源都會衍生出許許多多騙人的小支派，以致在這3大牌號之下，人們可以數出近300種不同的獨立小教派。由於腐化的做法和規則每天都在增長着，所以頻繁的新花樣也就江河日下。他們的成員就利用這些來過放縱淫逸的生活。本朝的始祖洪武皇帝規定，為了國家的好處，應該保留這3大教。他這樣做是為了調節每一教派的信徒。然而，在為保持這3大教香火不斷而立法時，他卻嚴格從法律上規定，儒家的教派應優先於其他2種，只有儒家才能委以管理公眾事務的行政權。這樣就沒有哪種教可以消滅另一種。統治者的做法是培養所有這3大教的忠誠，當需要時，就根據他們自身的利益而加以利用，並逐一地安撫他們，給他們整修舊廟或另建新廟。皇帝的後妃通常更傾心於崇拜偶像的教派，他們向教士捐贈布施，甚至在宮外養活整座廟宇，好讓他們念經祈福。全中國各地偶像的數目赫然之多，簡直無法置信。這種偶像不僅在廟裡供奉，一座廟裡可能有幾千尊偶像，而且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在私人家裡，按照當地的習慣，偶像被放置在一定的地方，在公共廣場上，在鄉村，在船上，以及公眾建築的各個角落。這種到處都有的厭惡形象是第一件引人矚目的東西。但是可以十分肯定，這個民族並沒有多少人對偶像崇拜這種做作的可惡的虛構有什麼真正信仰。他們在這上面之所以相信，唯一的根據便是他們外表上崇奉偶像，即使無意，
至少也不會有害。我們對各個教派考察的結論是，目前在中國凡是受過一點教育的人中間，最普遍為人接受的意見是，三大教派實際已經合為一套信條，他們可以而且應該全都相信。當然，由於這樣的評價，他們就把自己和別人引入了令人無所適從的錯誤境地，竟然相信談論宗教問題的方式越不同，對公眾就越有好處。實際上，他們最終所得到的東西與他們所預期的完全不同。他們相信他們能同時尊奉所有三種教派，結果卻發現自己根本就沒有任何一種，因為他們根本不真心遵循其中的任何一種。他們大多数公開承認他們沒有宗教信仰，因此在假裝相信宗教以欺騙自己時，他們大都陷入整個无神論的深淵。好，今天的读書分享暫時到這裡。今天我們讀了第10章，中國人的各種宗教派別，期待在下一次的讀書分享中與你再相逢。